尤其在我们中南部4000万就撞豪宅线哦。但是为什么依然可以做嘞？是因为说这类需要电梯的3代同堂，它就是刚需中的刚需，它只能买，它不能挑，你知道？它不能挑，你知道？就是要那个电梯然后就是他负担得起，他就一定要去买，他没有办法去考虑透天。为什么啊？透天说不定中古透天那个价钱还便宜一点，要爬那个楼梯他又没办法。所以四房在市场中我也知道有人在做，因为四房通常它总价是高了，可是它的平均的单价都是比较低的，它总价就高了嘛，那就会造成一个现象，它那个银行估贷款很好估，很好估。所以我知道市场中还是会有人去做四房这个东西。那没有不好没有不好，在这个时候我手上也有4房了真的是没有不好，那就是看说你的剧本是怎么安排。那你下一手你买这种双主卧4房豪宅线以下，尤其是增值完了以后还在豪宅线以下，下一手你要卖给谁？我跟你讲一样，就是刚需就是这样。2025年这3种房子千万别碰，避免踩雷的关键提醒。先说结论这3种房子如果地段不是超级优越的话，我会不建议你去置产。第一，大坪数的住宅；第二，老华夏；第三，低单价的房子。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马上提升环境气场的小物，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未来不要买的房子。就现在已经到2025年的年中了所以我们来盘点一下，在现在的政策环境及川普的阴影之下，哪些类型的房子我现在看一看是不建议买来自产的自住的话就是你高兴就好，你老婆同意就好。那自产的话那我们就要考究嘛。好，来第一个大坪数住宅不是豪宅4房4房的问题是这样，首先它的买家在市场中非常的少，因为现在很少人会愿意去住3代同堂的格局。你自己看你的亲朋好友，就算结婚以后跟爸妈同住了，是不是生小孩以后也会想要搬出去？那搬出去以后跑去哪里？跑去3房因为有小孩，那个2房可能会住得很难过这样。也就是说大坪数的买家或租客会少非常的多。以前可以的原因是因为就物件少，所以可以拼一个溢价那现在会遇到的问题是，你买大坪数的房子很有机会在未来5年会去撞到豪宅线，对不对？那你要卖就几乎会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你说这5年之内豪宅线有可能会往上调吗？看起来机会不大嘛。现在政府也毫无松口的迹象，那个豪宅线已经10年以上了非常的夸张。而且4房的涨幅一直以来都是低于2房跟3房的，所以你要自产4房就会变得有点不上不下，租也不好租那你要卖涨幅又赢不了3房跟2房，那你选4房来自产会比较奇怪。当然也有条件非常特别的4房可以单独去讨论像变出4房这个技法就可以，那个我拍在会员影片了，你可以去看。那再来你要知道买华夏要小心第二个我要点名的就是华夏华夏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要小心老华夏就是屋龄大概在30年左右的这种老华夏。这种华夏的问题是电梯电梯。华夏的优势就是那个电梯，它比公寓好就好在那个电梯。那它的30年一到它的劣势就跑出来，也是那个电梯。电梯寿命差不多了车厢要换，那个机电通通都要换。但是因为华夏怎么样，户数很少嘛，所以电梯的费用分摊起来就会很昂贵，非常昂贵。此时就会遇到2种状况，第一个住户都不想出钱，你那个华夏你大概就7楼嘛，反正就10楼以下这样。按第一个1楼他一定不会出然后2楼说我爬楼梯因为我没差，3楼看到景怎么会这样然后就说不然来建个3好了那换电梯这件事情就变得无疾而终。那甚至到后面会直接把电梯给停掉，这真的有说不定你以前就看过社区的明明就有电梯，可电梯是停用的状态好，那因为你是买来自产那到时候你不能是你买个华夏，就你在卖的时候变成7楼公寓在卖，因为要爬楼梯那这个价值的减损会非常夸张，除非你很确定说这个华夏的这个换电梯不会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住户很有钱嘛？不是，因为电梯刚换过就有那就去看这种的。或是第二个状况，大家其实是愿意出钱的，然后算一算每一户要拿出20-30万，好，那这样当然是好事那你也只能换了，但是你又不会因为换了电梯以后可以马上卖得更贵，
就变成说你的利润有可能会被牺牲一点这样。所以老华夏它没有到绝对不能买啦，但是我现在看一看，我是觉得说，除非你有十足的把握，不然老华夏还是留给那个艺高人胆大的人去做。那当然我们换句话说，如果这间老华夏的电梯是刚换新的，对不对？就是贵的钱人家都帮你花掉了那它当然会叠在卖给你的价钱上啊。你看看如果还可以，银行贷款也都没什么问题，要上就可以上了，没有问题。来，最后你要知道，低单价的房子要慎重考虑。便宜是好事啊，但是也有一句话叫做便宜没好货啊。我们要去思考它的单价为什么2025还是这么低。尤其是在经过了这个2023、2024这种全国性的大涨以后，怎么还是这么低？不是相对低不是说什么它原本是11万，现在爬到15万还是很低，这叫也是有跟上，而是说原本是7万，到现在还是7万就可能是有一点状况当然便宜这件事情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就想想看，我们现在是要自产的，那这些房子在经过大涨的浪潮，房价都还没有动，其实表示说它的这个涨幅波段就是在中间偏后的。当然你要说什么去年因为房市急动，那再说以现在的房市来讲，你自己看2025下半年或2026上半年直接会迎来一波大涨吗？这个几率很低吧。也就是说你可能买在那边然后5年过去了真的有下一波大涨，也不是他先涨，对不对？他本来就是个后段班的学生那你要等本来的蛋黄可能又冲个几年然后才轮得到你就是这样。你抱着抱着你又受不了了那就卖掉。你一卖掉隔年就大涨给你看这不要不信邪。太多观众朋友来跟我讲这些事情了，你要抱着它也不是不行就是你至少要做到你不要贴钱嘛所以你的头期款就变得也要拉高。反正东搞西搞之后会变成说还是低单价的房子，在大涨时代之后还是低单价的房子，它就是先天体质可能有一点状况，可能它的地段就很外围或是它本来有一个重大建设然后有那个新闻的热度突然没有了之类的，它就变屌在那边。所以还是要会看，当然你艺高人胆大，或是你就是那个附近工作，你很熟悉这边未来一定会怎样，算是半个内线的话，那你艺高人胆大你就去做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就祝你顺利。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
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啊，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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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刚刚讲四房就这样讲过去了，然后我特别来补充一下四房的客群四房的客群最常见是什么？夫妻加2个小孩，然后要做到小孩子1人1间。为什么？那夫妻自己一间，2个小孩1人1间不是3房就好了就是不够用所以会需要留一间来做储藏室或是做其他的利用就是这样。这还是比较有经济实力的夫妻加2个小孩那第二个的话，大概就是四房的这个主流的客群也没多主流，因为它人数少也就是所谓的3代同堂。3代同堂又买到电梯大楼的四房，不去买透天，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它需要电梯需要电梯，可能就是发生了那个老灰那个腿脚都不方便了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个电梯的四房又3代同，为什么？因为阿公阿嬷自己要一间然后夫妻自己一间，然后又有2个小孩1人1间，或是1个小孩他自己一间另一间就一样做公区利用，要储藏要干嘛的就是这样。然后四房还有分四房还有分所谓的双主卧四房大概就是豪宅以下的下一个产品就是它了双主卧的意思是说，这个四房里头总共有3套卫浴有2个主卧自己都有自己的1套卫浴然后外面还有一个客卫，很棒嘛，对不对？所以阿公阿嬷自己一间，他有自己的卫浴，然后老公老婆自己一间，他有自己的卫浴，然后2个小孩在外面，他们就用那个客卫，这是双主卧3卫浴是完美的3代同堂格局，这真的它再往上一级就是豪宅了。如果是双车位的话，对不对？双主卧双车位完美那这种四房只要屋龄稍微新一点，然后新一点不用很新10几年撞豪宅线，尤其在我们中南部4000万就撞豪宅线但是为什么依然可以做嘞？是因为说这类需要电梯的3代同堂，它就是刚需中的刚需，它只能买，它不能挑，你知道？它不能挑，你知道？就是要那个电梯然后就是他负担得起，他就一定要去买，他没有办法去考虑透天。为什么透天说不定中古透天那个价钱还便宜一点，要爬那个楼梯他又没办法。所以四房在市场中我也知道有人在做，因为四房通常它总价是高了，可是它的平均的单价都是比较低的，它总价就高了嘛，那就会造成一个现象，它那个银行估贷款很好估，所以我知道市场中还是会有人去做四房这个东西，那没有不好没有不好，在这个时候我手上也有四房了真的是没有不好，那就是看说你的剧本是怎么安排。那你下一手你买这种双主卧四房豪宅线以下，尤其是增值完了以后还在豪宅线以下，下一手你要卖给谁？我跟你讲一样，就是刚需就是这样。他们只能买，他们不能挑，因为你新盖的这种东西，新大楼做双主卧通常就会给双车位，又是全新大楼。我跟你讲，那一定过豪宅线那没办法，他们就只能看中古，又不能去看透天你要爬那个楼梯那就会变成市场中你自己去看双主卧四房供应的情况怎么样。我跟你讲，豪宅线以下非常非常的少那还是有人在做，我只是把四房说，我前面那样讲好像太轻描淡写了那四房是一个很艺高人胆大，你要做你再去做就是这样它没有3房的买方多，它的买方是瞬间是缩小非常的多的。可是你也不用担心你开合理的价钱你会卖不掉，因为你真的会遇到刚需，而且那个刚需现在生产的速度非常的快，老龄化嘛，就一直老嘛，然后大家腿脚都会有问题的情况之下，这种东西以后就会变香，然后市场上供应又极少就买新的又天价
哦，所以我知道市场中有流派专门在做这个东西，也很不错啊。乐见其成。我说的四房不是楼中楼，是大平层哦，就是一层里头它自己有双主卧，那个楼中楼里头还有一只楼梯，对不对？没有，就那种大平层四房哦。我是认为三代同堂的格局，刚需中的刚需，他就像我说的，他遇到了他只能买，他没办法挑。参考看看。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啊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吧？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